iPhone 13 Pro 重205克 ，iPhone 12 mini 重134克，一个鸡蛋重62克，也就是说 iPhone 13 Pro 等于一个 iPhone 12 mini 加一个蛋。我是小天，欢迎回来。今天我们就一起开箱这台13 Pro， 我选择的是远峰蓝加上256GB 的存储空间。其实今年最大的外观就是它所有的包装全部使用的是纸质的，包括外面那层塑封的塑料也没有了，应该是苹果为了他们环保的目标，所以就一直在这方面做改进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就开箱。哦，打开之后这个蓝色还是很好看，跟我和网站上看的颜色会有一点不同，是那种非常淡的那种蓝色，然后也不会特别的亮。比起这个颜色，让我就是第一眼的能够看到的东西是它这个3个硕大的摄像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摄像头比无论是12 Pro 还是更往前的都要大了不少，而且是感觉从侧面看好像也要厚出来不少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今年他们也是在摄像头上做了一些比较大的更新，所以更大的摄像头，但是效果性能更好。然后边上的话，其实这种金属的感觉也是挺好看的，虽然我感觉会比较容易沾上指纹。那我们手机先放到一边，然后看一下盒子里还剩些什么东西。当然苹果也不会给你什么特别的东西了，一个就是这些说明和卡针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祖传的USB-C 转 Lightning 接口的充电线。希望顾客有一天在把 Lightning 库存清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希望是在 iPhone 14的时候能看到它用上 Type-C。真的 Lightning 接口实在是太老了，而且它的 USB 只支持 2.0， 传输速度也很慢。行，那剩下盒子里就是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们就来看手机。那我们现在把正面揭开来，正面的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纸质的，然后我们开机。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它一上来就是配备的是 iOS 15的这个画面。OK， 那其实一上手的感觉是挺重的，这一代的重量是要比12 Pro 更加重一点的。我手上虽然没有12 Pro， 但是我也准备了12 mini， 然后以及更早一代的11 Pro 做一个感官上的比较。这就是12 mini 和13 Pro 大小的比较。其实说实话，在屏幕尺寸上差别倒也没那么大，真的拿在手里的时候，去年我是非常坚定的选择了12 mini， 因为我觉得更趁手。但今年看到13 Pro 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尺寸其实也还行，但是这个重量真的要重了很多。那我们也可以和11 Pro 做个比较，同样是 Pro 系列，11是最后一代使用了这个圆弧设计的这种机型，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在尺寸上其实是要比11 Pro 稍微长出那么一点点的，所以也希望这个对想隔代更换 iPhone 的朋友们可以有一点感官上的帮助。那当然，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两个刘海的大小区别，13 Pro 的这个刘海要比12 mini 小了不少，虽然刘海变小了，让屏幕上面这边的距离变大，可以有更多的显示空间，但是可以看到苹果并没有给它额外设计一些更多的画面或者信息。那我们都知道，今年 iPhone 13 Pro 最大的变化就是它的摄像头系统，所有3个镜头都得到了升级。还是老样子，今天我会在开箱之后去拍摄一个 Vlog， 我们就在实际生活中体验一下 iPhone 13 Pro 到底能给我们拍出一个什么样的影片。天气不错，所以我们打算去旁边一个比较近的公园去走一圈运动一下，那我们就出发。那正好这里有一个隧道，我们就可以看一下13 Pro 的暗光表现。我现在在这里停一下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隧道到底有多黑。走吧。回到家中看到这段的时候，我还是挺震撼的。13 Pro 的暗光表现还是很棒。一天的 vlog 差不多结束了，现在晚上，所以我就叫了个外卖的火锅，因为封城嘛，没办法在外面吃。看这2个大包的外卖，
还挺重的，把露营用的这个灶都翻了出来。来，看，关键是这个是火锅，还是热气腾腾的。等一下，鸳鸯锅我们怎么分开来？点了个鸳鸯，但我们的锅没有鸳鸯，怎么办？太傻了，点个鸳鸯，这想起来自己锅又没办法分开来。行，那就今天吃这个牛油锅，米饭、糍粑、鸡爪、白菜、竹荪苕粉、鸭肠，都是冰的，应该还是算比较新鲜。然后这里有肉，应该是有个肥牛，还有个是什么我不记得了。黄侧漏成绩是不是吃的时候穿在身上的？我猜。然后最后一个有个毛肚，这里有个礼盒状的东西，是调料。这里是零食，这是饮料吗？不知道是什么饮料啊，没见过。酒。可以，还有酒，然后有一点零食。火锅已经沸了一会儿了，所以我们也准备吃晚饭了。那希望今天的开箱视频和一天 vlog 大家能够看得愉快。我是小天，一个普通消费者、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